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带给你不一样的新知识。嗡嗡嗡，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勤做工。大家一定有听过这首快乐的童歌吧？蜜蜂勤劳的形象深植人心，常常是爸爸妈妈们希望我们小朋友向他学习的对象。蜜蜂对世界那么重要，那今天就来谈谈蜜蜂的故事吧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如果蜜蜂从地表上消失，那么人类4年后也将随之灭亡。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，动物与植物之间的繁殖就会进入停滞，最终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所有生活。虽然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，但实际上蜜蜂的存在价值确实比大多数人的认知还要来得重要。现在我们想象一下，没有西瓜、丝瓜、苹果、草莓、百香果、花椰菜、番茄等，会怎么样？想象没有这些瓜果蔬菜，会是个怎样的世界？我的天！看来这个画面感觉真的不太美好，但这将会是没有蜜蜂或其他授粉生物的世界。小小的蜜蜂还真是只迷人的小昆虫，它是负责维持地球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角色，也是全球1/3营养成分食物的媒介。这些都是靠着蜜蜂授粉、成长与繁衍，看来它的重要性真的不输给保护地球的漫威英雄钢铁人和蜘蛛人了。在台湾，主要为2种产蜜的蜜蜂居多，而产蜜数量最多的蜂种则是平地采蜜的西洋蜂，又称意大利蜂。像大家常在商场货架上看到的龙眼蜜或荔枝蜜，都是由西洋蜂采集而来，也是台湾最普遍的养殖蜂种。另一种则为台湾野蜂，属于东方蜂下的中国蜂种，们的族群较少，也比西洋蜂不怕冷，多在台湾中高海拔出没，是台湾中高海拔最重要的授粉昆虫，基本上是生活于野外，但也有不少蜂友基于兴趣而饲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蜜蜂是怎么分工合作的。蜜蜂家族里分成3种成员：工蜂、雄蜂和蜂后。在这里，只有工蜂需要采蜜酿蜜，雄蜂和蜂王则只管传宗接代繁衍蜂群，并不是所有蜜蜂每天忙着勤做工。没想到蜜蜂之中也有懒惰虫，在冬季，工蜂的寿命为3个月左右，夏季1个半月左右，采蜜期最短为28天。雄蜂为3个月左右，但当处女王交配后，蜂群不需要雄蜂的时候，工蜂会追赶雄蜂，不给它食物，让它饿死。蜂王为4到5年，但科学养蜂的人为了夺得高产能和控制蜂病的蔓延，蜂王一般1年需要更换1次，吃得最壮最强的那一只便能和蜂后交配。雄蜂数目很多，在一群体内可能近千个，它们整天就只会吃，都不会做事。雄蜂的唯一职责是与蜂王交配，交配时蜂王从巢中飞出，全群中的雄蜂随后追逐，此举称为婚飞。蜂王的婚飞择偶是通过飞行比赛进行的，只有吃得最壮最强的那一只获胜，便能和蜂后交配，才能成为配偶。交配后的雄蜂也就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而死亡。那些没能与蜂王交配的雄蜂回巢后，只知吃喝，不会采蜜，成了蜂群中多余的懒汉。日子久了，众工蜂就会将它们驱逐出境。而工蜂是里面最勤劳的，从成蜂的第1天开始就不停地工作。从盖蜂巢开始，工蜂是技术精湛的建筑专家。当蜜蜂从蜜源植物中挤到花蜜后，其自身体内会分泌一种蜂蜡物质，蜜蜂会把分泌的蜂蜡重塑成6角形的蜂房，每个蜂房的底部由3个完全相同的棱形拼接，整个蜂巢是由无数个正6边形的蜂房拼接而成。这种蜂巢的结构不仅巧妙，还符合实际的需要，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空间和材料，使各个蜂房相互连接，变得十分稳固，最后拼合成整块巢皮，整个巢皮统一有序。巢房有大有小，小的可养育工蜂的幼虫，大的是养育雄蜂的幼虫，还有最大的王台。
是蜜蜂培育们新蜂后的巢。工蜂他们为什么勤劳呢？因为他们不只盖蜂巢，连清洁巢房、扫厕所也都是他们的工作，甚至养幼虫宝宝到出外集花蜜，所有的工作都是他们一手包办，真是天生劳碌命。到了花期盛开时，还会因为采蜜太辛苦而过劳死。蜜蜂们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宝贝们，我们一起给它一点掌声吧。而所有的蜜蜂之中，最威风就是蜂后了。蜂巢中所有的卵都是产下的，是所有蜜蜂的母亲，也是蜂群的女王，在蜂巢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。女王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一生只吃蜂王浆，住5星饭店，拥有最棒的总统套房。女王平均一天可以产下1000多个卵，整个蜂群的生存繁衍非要靠不可。难怪所到之处，所有的蜜蜂都要让出一条路给她走，这就是王者的霸气。蜜蜂是一个多年生群体，将会不断的有新蜂王被抚养起来，然后老蜂王和一群工蜂离开蜂房，到别的地方重建一个家。接下来，蜜蜂是如何采蜜酿蜜的呢？蜜蜂的活动范围在距离蜂巢 2.5 公里以内，在采蜜之前是需要先寻找到蜜源才可以。由于蜜蜂是昆虫的一种，蜜蜂的触角是它身体上最重要的感觉器官，可以闻到花香的气味，进而确定蜜源的具体位置。找到蜜源后，蜜蜂回到蜂巢，以跳舞的方式告诉伙伴花蜜的区域。找到花粉的工蜂会回到巢外，并测量蜂巢和花粉之间的距离。如果距离在100公尺内的话，就会以圆舞又称极圆舞传递消息。如果距离超过100公尺，就会使用1尾舞。1尾舞每次飞行方式为8字形，腹部会一直的摆动，摆动次数愈多，代表花粉和蜂巢距离越远；摇摆次数愈少，代表花粉和蜂巢距离也愈近。看来蜜蜂也是一位跳舞高手。采集花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，有关统计蜜蜂采1000朵左右的花，才能获得1蜜囊花蜜。在留蜜期间，一只蜜蜂平均日采集10次，每次载蜜量平均为其体重的1半，一生只能为人类提供 0.6 克蜂蜜。根据种类的不同，工蜂的数量一般在12只到5万多只的范围内。它们收集花蜜和花粉，如果是专门授粉的蜜蜂，还会将花蜜和花粉传送到特定的地方，这要通过跳特殊而严格的舞道而获得。蜜蜂对人类的产值还有几大贡献哦。蜂蜜、蜂胶、蜂花粉、蜂王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。蜂蜜，刚集回来的花蜜水分很高，因此蜜蜂要对集回来的水蜜进行酿蜜浓缩，把储存在蜜囊里的花蜜吐在巢房里或进行酿蜜。一只工蜂重约 0.1 克，每只工蜂一次采集平均可得花蜜 0.025 克。蜜蜂采集得到1000克花蜜，只能酿成400克成熟的蜂蜜。蜂王浆延年益寿之王，蜂王浆是青年工蜂上颚腺和舌腺分泌的，用以饲蜂王和幼虫的浆状物质。在蜂群中，蜂王和工蜂都是雌性，但由于蜂王一生服用王浆，而工蜂只吃一般蜂粮，因此蜂王体积却比工蜂大得多，体重更是工蜂的 1.5 倍。工蜂只能生存1个多月，而蜂王能活4到5年左右。蜂王一天能产下1500到2000粒卵，日产卵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。如此大的差别，由此可见蜂王浆的神奇。蜂花粉是怎么来的？蜜蜂采集花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殖，采集时靠身上的绒毛粘附花粉，用触角足等梳刷在一起，加上花蜜和唾液形成花粉团，再将花粉团装载于2个厚足的花粉筐内，飞回蜂巢后卸在巢房内。巢房内的花粉团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变化，变成了适于蜜蜂吸收利用的蜂粮。人们利用蜜蜂储藏花粉的特性，用铁铜丝编孔或注塑成型，制造一种带孔的花粉节流器，安放在蜂箱巢门口，让蜜蜂通过后足上的花粉，这样便把蜜蜂集回来的花粉节流下来。蜂胶蜜蜂的保护神，
蜂胶的来源是蜜蜂及植物叶芽或茎上流出的树胶，被工蜂咀嚼后，并混入上颚腺分泌物，集成了蜂胶。工蜂采集蜂胶是用后足上的花粉来携带的，回巢后用来填补蜂箱的裂缝及加固巢框的两头。蜂胶具有活血化瘀、抑菌、消炎、止痛、促进局部组织再生。蜂蜡用处多多，蜂蜡是工蜂腹部下面4对蜡腺分泌的物质，许多美容用品中都含有蜂蜡，如沐浴乳、口红、粉底液等。最后通过蜜蜂想传达的小道理，我们很小，而且看起来不起眼，很琐碎的每一件事，都有着很大的意义。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很重要，所以要好好工作。即使体积小如蜜蜂，都是可以立大功成大事。还有蜜蜂哲学的意思，就是同心协力完成一件工作，并且让自己觉得随时随地为群体的福祉服务和帮助，并感到无比的骄傲，绝对不搞个人英雄主义。经过这么多的介绍，你有更认识蜜蜂这可爱又迷人的昆虫宝贝了吗？这么棒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小小订阅可以鼓励我们创作更多优质的影片，赶快分享出去吧！